我的丈夫清大教授陆云峥当着出所有朋友的面跪在我面前。小双和你配型成功了，把你的心脏给他吧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艰涩，眼眶泛红，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丈夫在恳求妻子的原谅。可我低头看着自己6个月的身孕，只觉得荒唐。可是一个人只有一颗心脏。我会联系京师最好的医生，帮你安装人工心脏。我还有3个月就到预产期了。孩子还会有的，这个先放弃吧。孩子还会有的，他说的那么轻巧，好像我肚子里不是一个已经会踢我的小生命，而是一件可以随时退货的商品。我愣在原地，脑子里闪过无数画面。他春节驱车1000公里去照顾顾双透经，我挺着5个月的肚子在家苦等一夜。我孕反工作，水肿脱发。他说孕育一个生命本就艰难，生下来就好了。他耗时5年的论文，致谢第一行写的是顾双的名字，一个连专业能力都谈不上的本科生。发呆的间隙，女孩清脆的笑声像刀子一样划过来。陆老师，愚人节快乐呀！其实没有配型成功，我逗你玩呢，没想到你还真去求师母。气氛瞬间热闹起来，朋友们笑着打趣，说这个玩笑太为难陆哥了，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说如果顾双说和我配型成功，恐怕自己已经被陆哥架在手术台上了。只有我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滑动，预约了第2天的人流。陆云峥从未生过顾双的气，对于这个体弱多病的学生，他向来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但这次他罕见的沉下脸色。众人后知后觉噤了声，空气凝固了半晌。有人悄悄提醒顾双说，这个玩笑开到夏瑶身上，算出了陆老师逆鳞。他可是清大出了名的妻奴，刚入职那年有同事随口开一句夏瑶的玩笑，就被他揍进医院。对不起啊，陆老师，今天愚人节，我只是想开个玩笑。陆云峥不说话，他就扭头看向我。不是有意的，你生气的话就骂我，我都听着。朋友们打圆场，说这丫头性格大大咧咧，开玩笑前没多想，让夫妻俩别往心里去。又说这可是陆老师亲自带了3年的好学生，总不能因为一个愚人节就疏离了吧？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。抱歉阿瑶，我还没查清楚就来找你帮忙。换心脏这么大的事，被他用简单的帮忙囊括，不是第一次了。但凡碰上和顾双有关的事，一向清醒理智的陆教授就变得异常感性，含糊其辞。他会因为他的痛经在春节深夜驱车1300公里，被问起来只说那丫头身体不好，我担心她出事。可我挺着5个月的肚子在家苦等一夜，他不担心；我因为频繁胎动痛到失语，他不担心；我孕反、宫缩、水肿、脱发，他都不担心。我来吧。面对我，他永远理智的像个机器人。阿瑶，孕育一个生命本就艰难，生下来就好了。我变得易怒暴躁，他却认为是孕激素作祟，随意宽慰几句就进了书房。后来我知道，那份耗了他5年心血的研究论文，致谢第1行写着顾双。执教5年，小双不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学生，但他一定是最坚韧的。我感谢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给了我继续做研究的勇气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机屏幕亮着，预约成功，明日10点妇科人流手术。没有人注意到我，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早在那个愚人节之前就已经死了。1个月前，我失手打碎了当年和他一起烧制的花瓶，他说过要当传家宝，现在碎了一地。他只看了一眼，一个不值钱的花瓶而已。他以为我是在为孕期的不适哭。孩子又闹你了。我张了张嘴，想告诉他那不是花瓶的问题，那是我们一起烧制的，那是他说要当传家宝的。可陆云峥已经转身走了，背影淡漠的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我安慰自己，他是理性的人，不在意这些纪念品很正常。晚上我去书房送水果，门虚掩着，我推门进去，目光被一个东西盯住了。书桌后面的墙角多了一个上锁的透明柜子，我走近，隔着玻璃看见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几样东西，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一颗叠成心形的糖纸，还有一支文具店20块钱的钢笔。我认的那支笔，顾双送的，而我送给陆云峥的结婚戒指被他随手扔在抽屉里，落满了灰。果盘从手中滑落，水果滚了一地。我站在那个柜子前，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笑话。原来在他心里，顾双随手买的20块钱钢笔，比我们11年的婚姻还要珍贵。那晚，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这段婚姻还剩什么？是，我是对他动心了。陆云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发抖。我砸了那个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，抄起台灯一下又一下砸向玻璃。碎片飞溅到手背上，划出一道道血痕。我把那支钢笔狠狠扔进垃圾桶，陆云峥冲进来，却直接从垃圾桶里捡起钢笔，擦干净，放进抽屉。夏瑶，你去照照镜子，看自己现在多像一个泼妇。我浑身发抖，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掉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让他对天誓。对天发誓，你没有对顾双动心。他犹豫了，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陆云峥竟然犹豫了。是，我是对他动心了，但我们没有越界，你不用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。他说我们在一起11年了，没有任何新鲜感。他说和我接吻都觉得自己在上唇抿下唇。他说后悔刚成年就和我去领证，因为没想到10年后会对别人动心。他点燃了一支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开始夸顾双，
说他性格欢脱，喜欢看幼稚的爱情电影，喜欢喂路边的流浪小猫。他说这些明明我也喜欢的无聊举动，顾双做起来竟让他觉得十分可爱，控制不住心动。最后他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来，语气温和又残忍。只要你愿意，陆夫人的位置永远是你的，但你必须接受，我的心里只有她一个。那晚我哭了整整一夜，第二天醒来，枕头还是湿的。这次我没有哭，也没有闹，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预约了第二天的人流。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。陆云峥罕见地凶了顾双，顾双红着眼眶拉他的衣角道歉，他很快心软，抬手帮他擦泪，然后他看向我，语气里带着歉意，说还没查清楚就来找我帮忙，换心脏这么大的事，被他用帮忙2个字囊括。我笑了笑，对顾双说没事，不怪他。众人松了口气，然后我继续说，我和你的陆老师快离婚了，提前祝你得偿所愿。只需要再拧一下，我就可以走出这扇门。夏瑶，你别忘了妈还在陆氏医院。可他说了那句话，我这辈子都想不到陆云峥会用我母亲来要挟我。刚才那些话都是开玩笑的，我不怪你。漫长的沉默，客厅里没有人敢说话。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，很慢很重。那就好，我很害怕自己给陆老师带来麻烦。闹剧结束了。刚才是迫不得已吓你的，我不会对妈做什么。陆云峥主动送我回家，车上他握着方向盘，罕见的开口解释：今天确实委屈你了，作为补偿，我明天会陪你去医院产检。夏瑶，在一起10多年了，我不至于对你没有一点感情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能和小双好好相处。陆云峥，离婚吧。以后你和顾双的事都与我无关。这是你怀孕以来第7次提离婚，下次闹脾气换点新招数吧。我靠着车窗，看着街灯一盏一盏往后退。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，他接完电话，脸色骤变，猛地踩下刹车。你先下车，小双发病了，我得回去看她。引擎声很快消失在雨夜中，我站在雨里，看着那辆车的尾灯越来越远。他没有回头。3个小时够陆云峥送顾双去医院10个来回。我在便利店里坐到凌晨3点，塑料椅子很硬，暖气不够足。我握着一瓶已经凉透的热牛奶，手机屏幕亮了又暗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短信。我试着打陆云峥的电话，无人接听。他说等一会，我等了3个小时。凌晨3点，我终于打到了一辆网约车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问：大着肚子这么晚还在外面，你老公呢？我没有老公了。我靠在车窗上，轻声说。说完自己都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笑，闭上了眼睛。清晨，我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医院。夏小姐，以您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，进行引产恐怕以后无法生育。确认的话，请在这里签字。笔尖落下的那一刻，我想起了23岁，那年我也有过一个孩子，陪陆云峥1周内辗转3个国家，过度劳碌导致通肠。那是陆云峥第一次哭。对不起，夏瑶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，我们以后还会有的，一定会的。6年了，年年去庙里祈福，月月去医院检查，才盼来这个孩子。可惜物是人非。我签了字，一笔一画，比当年在婚礼上签字还要认真。夏瑶，你就不能放过小双吗？陆云峥冲我吼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正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手里攥着那张签了字的同意书。走廊尽头，迎面碰上了顾双，他面色红润，手里举着一根棒棒糖，看见我就笑着跑过来。师母，你一个人来产检吗？陆老师怎么没陪你啊？哦，差点忘了，他在帮我拿痛经的药呢。他实在太大惊小怪了，正常姨妈痛而已，非要带我来医院检查。喏，给你看，我就说没事吧，他非不信，非要让我来。昨晚也是，我只是随口说了句和你配型成功，没想到他还真想让你把心脏给我。见我没反应，他低下头，语气变得委屈。对不起，我又惹你生气了。这句话正好被赶来的陆云峥听到，他大步走过来，挡在顾双面前，像护着什么易碎的珍宝。夏瑶，你就不能放过小双吗？她现在身体很虚弱。我没有说话，我从陆云琛身边走过，像走过一个陌生人。身后传来他拦住护士追问我去哪儿的声音，还有顾双发悄的阻拦。我没有回头。住院的2天，我的手机震动了18次，全是陆云峥，短信一条接一条，问我为什么不回家，说我闹脾气要有个限度，问产检结果怎么样，我一条都没回，直到最后一条，我回复了6个字，他秒回。我没有再回复，我关了手机，一夜没睡。4日9点，我站在民政局门口，风很大，我穿了一件宽松的风衣，
腹部已经平坦如初。等了半个小时，一辆黑色轿车姗姗来迟。车门打开，陆云峥慢条斯理地走下来，他嘴角甚至挂着一丝笑意，那种笃定的、胜券在握的笑。他以为我会反悔，会哭着说不离婚了，会乖乖跟他回家。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的小腹上，笑容凝固了。他怔怔地盯着我平整的腹部，脸色一点一点白下去，嘴唇开始发抖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。他张了张嘴，伸出手似乎想碰我，又在半空中僵住了。好半天，他才挤出一句话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小瑶，孩子呢？孩子呢？前天你在医院陪顾双的时候，我做了引产手术。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平静的连自己都觉得陌生。陆云峥脸上的血色一寸一寸褪去，像一幅画被人从画布上慢慢抽走颜色。他张着嘴，喉咙里发出一个含混的音节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你是说，你把我们的孩子打掉了？过了好几秒，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沙哑的几乎不像他。他在你肚子里倒了6个月，已经成型了，你怎么忍心的？去办手续吧。怎么忍心的？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我无心与他纠缠这些，转身往民政局大厅走，只丢下一句话。他从身后猛地攥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我手腕发疼。小瑶，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去引产？他也是我的孩子啊！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煞白的脸，那张脸我曾经爱了11年，此刻看起来陌生极了。我忍不住想笑，于是真的笑了出来。是，他是你的孩子，但你一次都没有陪我做过产检。我做 B 超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做 NT 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做四维的时候你还是不在，你好意思说他是你的孩子吗？我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。我摇头，忙，多么轻巧的借口。你不是忙，你有时间陪顾双看电影、做美甲、逛街，有时间带他参加学术活动拓展人脉，你只是没有时间陪我和孩子。他哑口无言，嘴唇动了几下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陆云峥，是你先放弃他的。过了好久，陆云峥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：那你也不能就这样草率地结束他的生命。我疲惫地闭上眼睛。草率？他说我草率。我睁开眼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陆云峥，你别忘了，是你先放弃他的，是你跪在我面前求我放弃他的。攥住我手腕的力度陡然松了，我看见他的眼尾泛红，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。他的声音干涩的像砂纸擦过玻璃。那是因为一个玩笑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也很期待这个好不容易才有的孩子。我昨天购置了一批婴儿用品，还请了人来家里设计婴儿房，育儿手册我也正在看。他像是要极力证明什么，声音越来越急。就在上周，我还无比希望陆云峥能对孩子上心一些，此刻听完他说的话，内心竟然毫无波澜。我只是淡淡的说：没用了，孩子已经没了。他瞬间噤声，好半晌才哑声开口：没关系，我们以后我们没有以后了。我打断他，明明已经开春，京市的风吹起来还是很凉。他蓦地惊醒，表情逐渐恢复冷静，点了点头。对，我们是来办离婚手续的。流程比想象中简单。踏出登记局大门那让一刻，我切切实实为自己松了一口气。从前幻想过的分手时的肝肠窜裂都没有发生，我们自然的像在完成一件日常小事。我坐上他的车，最后一次回了家。一路上两人都沉默无言，只有车载 CD 在轻声播放10年前的旧情歌。这张 CD 还是我们刚在一起那年我送他的生日礼物。刚进家门，就看到门口多出一双不属于我的兔子拖鞋，粉色的，毛茸茸的，上面还有2只长耳朵。我盯着那双拖鞋看了2秒，陆云哲的声音就从身后传来，带着一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急促。小双租房到期了，临时借住几天。我已经移开眼线，不想再看那双拖鞋，他却仍在解释。他和室友关系不好，所以没有回寝室。我径直去了衣帽间，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只是2天没回来，我的衣服就被堆到角落，皱巴巴地挤在一起，像一堆被人遗忘的旧物。各式各样的粉色裙子占领了大半个衣柜，整整齐齐地挂着，每一件都熨烫的没有一丝褶皱。陆云舟跟了过来，站在门口。他的衣物稍微有点多，你别介意。我没说话，我蹲下来，一件一件把自己的衣服从角落里捡出来，抖平，叠好，放进箱子。陆云峥就站在门口静静看着，没有帮忙，也没有离开。离开衣帽间，我推开了主卧的门，还好，还是我上次离开时的样子。床单是我选的浅灰色，枕头还是2个并开放着。我耐心清点好属于我的物品，几本书，一条围巾，一个用了很久的保温杯。正要出去，陆云峥忽然递过来一个盒子，还有这个。我打开，里面是块玉坠子，当初吞糖后他特意跑到寺庙为我求的。上万阶天梯，他一步一步爬上去。我知道后哭笑不得，问他不是不信这些吗？他笑着揉揉我的头，
我笑了一下，把盒子合上，递还给他。我不要了，是扔掉还是留着，随你。他的手在虚空中僵了一瞬，很快若无其事地收回。我没注意这些，我拉着行李箱来到客厅。这个房子是我们24岁翻进来的，5年的生活痕迹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墙上还挂着我选的挂，茶几上还摆着我挑的摆件，但这些东西好像都不属于我了。全部收拾好，已经将近傍晚。夕阳从落地窗照进来，把整个客厅染成橘红色。陆云峥站在玄关处，忽然开口问我，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？我有些诧异，吃散伙饭吗？不用了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吧。他嗯了一声，又问，不需要，我叫了车。我还是摇头。他动了动唇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低着头帮我把2个行李箱拖到门口。他的背影看起来有些落寞，但我已经没有心疼的感觉了。师母，顾双是这个时候回来的，他推门进来，手里提着一袋水果，见到我嫣然一笑。你先回卧室。陆云峥莫名觉得不安，朝他道，为什么呀？陆老师，你昨天不是还说师母怀着孕，迟早要回来，让我抓住机会好好和她相处吗？他眨了眨眼睛，一脸无辜。刚说完，他意识到什么，有些惊讶地看向我的小腹，然后他的眼泪说来就来。对不起啊，陆老师，我没想到师母会这么介意我的存在，全都怪我。我现在就离开，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。他哭得整个人都在颤抖，不到1分钟就开始喘不上气。陆云峥到底不忍心，熟练地拿了药和水喂他吃进去，又轻拍他的背。这件事不怪你，不用自责。临走前，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，他靠在陆云峥怀里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朝我弯了弯唇。我漠然地收回视线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砰的一声，门关了。陆云峥没有抬头，他机械地重复着为顾双拍背的动作，一下又一下，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。陆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到师母连孩子……房子找得怎么样？再找了，我会尽快搬出去的。顾双愣了愣，泪水还在眼眶里打转，他颔首，终于停下手上的动作，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。你先休息吧，我出门走走。我和你一起，好不好？顾双拉住他的衣角，声音软得像撒娇。陆云峥很少拒绝顾双的请求，但这次他几乎没什么犹豫地摇了摇头。他说不清现在是种什么感觉，心口闷闷的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他迫切地想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其实他今天去民政局是计划接夏瑶回家的，他特意穿了他最喜欢的墨色西装，还早起打扮了一番。就像他之前说的，在一起11年，他不至于对他没有感情。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夏瑶也是，更何况他还怀着孕。他有多珍惜这个孩子，他是知道的。既然如此，他愿意给他个台阶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见面时他已经放弃了这一胎。怎么没看见小夏？陆云峥走在从前经常散步的路上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阿瑶病了，这段时间在家里休养。还记得不？你刚入职那年喊小夏进实验室帮忙，周远那个臭小子开玩笑说小夏一个外校人靠男人进了清大，结果被你揍得鼻青脸肿。后来校方要给你处分，还是小夏去求了周远，最后才和解。夏瑶她去求了周远，你竟然不知道？那丫头担心处分会影响你发展，就傻乎乎跑去求周远，然后被坑了差不多5000块。据说这5000还是他把自己的金项链卖了才凑出来的。老教授说完，摆摆手离开了，留下陆云峥呆呆地站在原地好久。他想起当初的事，他只知道周远选择了和解，却不知道其中还有夏瑶的求情。他那几天总是安慰他不用担心，难怪他一直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忽然不见了。天渐渐暗了，路灯一板一板亮起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坐在路边的长椅上，从口袋掏出烟，打火机的火苗在风里晃了几下才点燃。说起来，他很少抽烟，因为他不喜欢。手机响了，顾双打来的。陆老师，医生说病情又恶化了，我会不会等不到适配心脏了？好害怕啊！等不到，说明你的命也就这样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分钟，然后顾双又开口了，语气轻快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去接你好不好？时候不早了，要早点回家。你现在住的地方是我和夏瑶的家，不是你的家。电话挂断，陆云峥摁灭了烟，扔进垃圾桶。他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拨打了夏瑶的电话。他想问问他行李搬好了吗？以后有什么打算？电话那头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忙音，他没有接。
陆云峥在长椅上待了一夜。3月的京市，夜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。他蜷缩在长椅上，外套裹紧又松开，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。意识模糊的时候，他回到了17岁那年。学校天台上，穿着校服的夏瑶缓缓向他走来。陆同学，你今天还是不上晚自习吗？没关系，我不会记你缺勤。今天早上看见你喂小菊了，就当是感谢吧。17岁的他仔细回忆了一番，才想起早上确实因为无聊，随手扔了一截火腿给学校的流浪猫。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夏瑶已经朝他伸出了手。请问你有什么心事吗？为什么要坐在天台上呢？听见这句话的陆云峥忽然清醒过来，大汗淋漓。12年前的那个晚上，要是他没有出现，只怕他已经和这个世界告别了。从小生活在父母不和的家庭，他的存在就是各种争吵的导火索。他受够了这样无聊透顶的生活，打算结束的时候，他出现了。那个时候，他把夏瑶当成唯一的光。他会在高考完的晚上为他燃放全城烟花，他会在车祸降临的时候牢牢将他护在身下，他会因为父母的不支持，放弃陆家继承人的身份，带他私奔到国外领证。认识的人都知道，陆云峥爱夏瑶，爱到命都能不要。什么时候变的呢？他不记得了。他只知道有一天，他忽然觉得和夏瑶在一起很无聊，聊天没意思，牵手没意思，接吻也没意思。这个呢叫10年之痒，你和他在一起太久了，新鲜感退去，当然没意思。要不我给你介绍几个？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不管怎样，他不会做对不起夏瑶的事。为了回避和他的交流，他开始整夜留在学校。也是这个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实验室里有一个叫顾霜的本科生。他很勤奋，每天在实验室待到最晚，尽管实验结果总是不尽人意。有一天，他红着眼睛问他：陆老师，我是不是很差劲啊？你的结果是组里最差的。顾霜啊了一声，泪水流得越来越凶，后面甚至喘不上气。他这才知道他有心脏病，于是对他越来越上心。意识到自己喜欢上顾霜的那天，他在阳台喝了一晚上的酒。凌晨4点，夏瑶迷迷糊糊地推开阳台门，坐到他身边，轻声问他怎么了。他没说话，把他紧紧抱进怀里。他低声埋怨说好久没这样抱他了，又说妈在医院念叨他。他第2天就提了很多补品去医院。那段时间，他对夏瑶可以说是无微不至。他以为这样就能将一切拉回正轨，可是没用。我想嫁给你。平静的湖面只需要一粒石子就能激起波澜。顾霜一次醉酒后哭着说想嫁给他，那是他最后悔和夏瑶早婚的时候，心动是克制不了的。他告诉自己，所以后来顾霜只是和他说了一声痛经难受。他就在春节阖家团圆的时候，把孕5月的夏瑶一个人留在了京市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早上陆云峥是一个人慢慢走回家的。3月的京市，天刚蒙蒙亮，他走在从前我们每天傍晚一起散步的那条路上，脚步很慢，像踩在棉花上。路上遇到一对夫妇，妻子捧着孕肚，脸色蜡黄，正烦躁地抱怨着。他说饿了想吐，吃东西也想吐，恶心的感觉像油从胃里反上来，堵在嗓子口。他说每次孕吐都头晕，睁开眼睛天花板在转，闭上眼睛人在空中转，他真的要崩溃了。他烦躁地看向一旁玩手机的丈夫，问他到底有没有听他讲话。陆云峥加快脚步离开了。他后来说，那一刻他好像看到了自己对夏瑶的态度，他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，认为他很矫情。他想起我因为宫缩痛，整个人蜷缩在缺的沙发，求他陪陪我。他是怎么说的呢？我的陪伴无法减轻你的痛苦，孕育一个生命本就艰难，生下来就好了。我那时也哭了，他觉得烦，于是进了书房。这些细节是他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说的，说的时候声音在发抖。他说他回想起这些，忽然红了眼。原来他对我这么残忍，也难怪我不要他了。他回到家的时候，顾霜竟然在客厅等了一夜。顾霜看见他的那秒，眼睛一亮，像一只等待主人回家的猫。陆老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就像以前每一次吵架一样，他会先低头，会红着眼眶来找他，会说我们不闹了好不好？可是这一次他走了，连孩子都没有留下。陆云峥顿了一下，问他怎么不先休息。他轻笑了一声，我不放心你。房子我昨晚找好了，今天就搬出去。说完，他看了他很久，那是一种带着期待的眼神，像一个孩子等着被挽留。可陆云峥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颔首，然后进了卧室。他有种说不清的失落，明明夏瑶离开了，他应该松一口气才对，可是空气里还残留有他的气息，洗衣液的味道，淡淡的，像他这个人一样安静。他闭上眼睛，把一切反应归结为不习惯，毕竟他从来没有设想过他会离开他。他以为他只是闹脾气，以为他还会回来。陆云峥洗漱后就出门工作，他发现只要忙起来就和以前没什么不同。他在实验室和陆氏公司连轴转了3天3夜，累到双眼乌青，眼底全是血丝。他以为这样就能忘记，以为累到极致就能睡个好觉，可他没想到回家的路上，一个电话彻底打破了他所有的自以为是。陆先生，夏晨女士被夫人接出院了。电话那头，医院的工作人员语气平静。陆云峥怔住了，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紧。夏晨，那是我母亲的名字，他把我母亲从陆氏医院接走了。他明明用我母亲来要挟过我，说过不会对妈做什么，可我现在把人接走了，他手里最后一张牌也没了。查一下夫人去哪儿了。助理的效率很高，不到2个小时，消息就传回来了。我带着母亲飞去了港城。港城那是我们曾经约定要一起去旅行的地方，但一直没能成行。没想到我第一次去是独自一人，带着母亲逃离他。陆云峥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京市的万家灯火。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他在这座城市里最穷的时候，我说只要有他在，哪里都是家。现在我不需要他了。凌晨，他坐上了前往港城的飞机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
他看着窗外渐渐变小的城市，忽然问自己：你去干什么？你还有什么资格去找他？可是他没有答案，他只知道他不能就这样失去他。飞机穿过云层，颠簸了一下，他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全是我的脸。陆云征到港城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亮。他按照助理给的地址找到了我租住的小区。港城的春天比京市暖和一些，风里带着海水的咸味。他站在楼下，仰头看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，那是我的新家。他在楼道里坐了下来，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，靠着墙壁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坐在这里，也不知道见到我之后要说什么。他想了一夜，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想起我朝他伸手的样子，想起我们在国外领证那天，我穿着白裙子，笑得像一朵花，想起我每一次怀孕又失去孩子的痛苦，想起我挺着肚子等他回家的夜晚。他想了很多很多，想到眼眶发酸，想到泪水无声地滑下来。天亮了，楼道里开始有住户进进出出，有人好奇地看了他一眼，但他一动不动。他在等我出门。他后来说，那段时间他每隔几分钟就看一次手表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终于，那扇门开了。我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被一道身影吓了一跳。楼道的地板上坐着一个男人，墨色西装皱巴巴的，头发乱成一团，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。他靠着墙壁，听到门响，猛地抬起头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看到我的那一秒亮了起来，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。是陆云珍。他撑着墙壁站起来，膝盖大概因为坐太久有些不听使唤，晃了一下才站稳。阿瑶，我有点放不下你。他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心里没有波澜，不是故意冷硬，是真的没有感觉了。你现在不习惯是正常的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我平静地告诉他。他摇摇头，眼眶摸得红了。他朝我走近一步，又停住了，像是怕吓到我。不是的，我爱你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你。我们11年的感情，你一定也很难放下吧？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可以从清大离职，保证和顾双断得干干净净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忽然笑了。可是我们在一起太久了，没有任何新鲜感啊。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轻飘飘的，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可陆云征的身体猛地一僵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他当然记得这句话，这是他自己说过的。他说和我接吻，像在抿自己的嘴唇，说后悔和我早婚，说我对他来说太沉闷了。他瞬间哽住，一行清泪从眼边滑落。对不起。他低下头，声音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你确实挺对不起我的。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，就离我远一点，别出现在我面前恶心我。他的身体晃了一下，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他站在那里，像一尊石像，眼眶里全是泪，但没有资格流下来。我转身，按下电梯按钮。电梯门开了，我走了进去。陆云征站在楼道里，没有追上来。我按下1楼的按钮，电梯门缓缓合拢。在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，我透过那道越来越窄的缝隙，看见他抬起了手，像是想拦住什么。今天是我入职新公司的第一天，我不想迟到，更不想因为一个不值得的人毁掉新的开始。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很陌生，眼眶没有红，嘴角没有下垂，站得笔直。那些对陆云征的感情，早就在一次次失望中消耗殆尽了，不是一天消失的，是一次又一次。是他春节抛下我去照顾顾双痛经的时候，是他把顾双写进论文致谢的时候，是他跪下来求我把心脏给顾双的时候。每一次都像有人从我身上抽走一根线，抽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电梯到了1楼，我走出来，阳光正好，港城的春天很温暖，街道两旁的树开了花。那一天我没有回头。后来我听说陆云征在楼道里站了很久，久到邻居以为他是什么可疑的人，报了警。警察来的时候他才离开。他没有再来找过我，也许是因为我说的话太狠了，也许是他终于意识到有些事情失去了就是失去了。我在港城的生活很忙，新公司很好，同事友善，工作充实。我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，窗台上摆了一盆绿萝，每天早上给它浇水。母亲的身体慢慢好转，不用再住院了。她偶尔会问起陆云征，我就笑笑说离婚了，不提他了。她点点头，没有再问。那些过去的11年像一场很长的梦，梦里我全心全意地爱过一个人，为他付出了所有，最后遍体鳞伤地醒来。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。我站在港城的新家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海，海风很大，吹乱了我的头发。我想起陆云征曾经说过要带我来港城看海，他说过很多话，做过很多承诺，最后都没有兑现。但没关系，我自己来了。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那张引产同意书的复印件，我没有拿出来，也没有扔掉，它在那里像一个句号，结束了一段荒唐的婚姻。港城的生活实在太忙了，忙到我没有时间回忆过去，没有时间想念谁，也没有时间去恨谁。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洗漱化妆，挤地铁去公司，开不完的会，
做不完的方案，加不完的班，同事们都很好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，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一个人来到港城，也没有人提起陆云峥这个名字。我后来很少听说关于他的事，不是刻意回避，是真的没有渠道去了解。偶尔从好友的微信消息里能拼凑出一些碎片。好友说陆云峥向清大提了离职，震惊了整个学术界，学生联名挽留，但他去意已决。现在他一门心思管理陆氏，每天在公司待到凌晨，像一台不知道疲倦的机器。好友还说顾双从学校退学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有人说他被陆云峥赶了出来，有人说他自己离开的。我不关心这些，我只是听着，然后回一个继续手上的工作。那些曾经让我痛不欲生的人和事，如今都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闲谈。我偶尔会想，这是不是就是时间的力量？它把锋利的东西磨钝，把尖锐的疼痛变成模糊的背景音。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直到那个下午，顾双出现在我公司的楼下。那天港城下了小雨，我加班到晚上7点，走出大楼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。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人，蜷缩在角落里，像一只被遗弃的猫。我起初没有认出他，以为是个流浪者，打算绕过去，可那个人抬起了头，叫住了我。师母，这个称呼像一根刺扎进我已经愈合的伤口。我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他，他瘦了很多，瘦到颧骨都凸了出来。曾经被陆云峥捧在手心里的女孩，此刻像一个快要散架的旧娃娃。她撑着墙壁想站起来，晃了2下才勉强站稳。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，一缕一缕贴在脸上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，不是从前那种得意的带着笑意的挑衅，而是绝望，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。她说自己被陆云峥抛弃了，如今发病却没钱治疗，于是走投无路找上我。要不是你执意离婚，他不会抛弃我来挽留你，也不会对我坐视不理。他面容苍白，理所当然地看着我。我本来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，最好的心脏，现在却连普通的药都买不起，难道不怪你吗？顾双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极其清楚，好像他在心里排练了很多遍。怪你吗？这3个字他说得理直气壮。我站在雨里，看着他那张执拗的脸，忽然觉得很可笑。他真的认为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他。在他心里，陆云峥抛弃他是因为我离婚了，是因为他要挽留我。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一个男人能为了他抛弃孕期，有一天也会为了别的理由抛弃他。你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今天，如今也不过是咎由自取。我摇摇头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刺进了他最后的防线。他的嘴唇开始发抖，眼眶里的泪水打着转，但他咬着牙不让它们掉下来。他的声音突然拔高，带着一种近乎癫狂的恨意。要不是你比我早生了几年，他爱的人就会是我，他唯一的妻子也会是我。我要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顾双喊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雨水正好打在他的脸上，分不清是泪还是雨。他的眼睛瞪得很大，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困兽。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永远是那个会撒娇、会装可怜、会在陆云峥怀里掉眼泪的女孩。可现在，她所有的伪装都被撕掉了，露出下面那张扭曲的脸。她把手伸进外套口袋，动作很快，快到我没有反应过来。一道寒光闪过，她掏出了一把短刀，刀刃在路灯下反射出冷白色的光。她向我刺来，那一下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但因为身体太虚弱，动作歪歪扭扭的，像一只折断翅膀的鸟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我侧身躲开了，刀刃擦着我的手臂划过，划破了我的外套袖子，但没有伤到皮肤。我下意识地攥住了他的手腕，他的手腕细得像一根树枝，骨节硌着我的手心。我用力一拧，他疼得叫了一声，手里的刀掉了。我顺势捡起那把刀，握在手里，他像一堵墙一样，在我面前轰然倒塌。他崩溃痛哭，很快因为喘不上气晕倒在地，刀刃落地的声音被雨声盖住了。顾双跪在地上，双手撑着湿漉漉的地面，肩膀剧烈地起伏着，他的哭声从喉咙里挤出来，嘶哑的、破碎的，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哀嚎。他哭着哭着，忽然开始喘不上气，那是心脏病发作的前兆。他的嘴唇从苍白变成了青紫色，手指蜷缩，整个人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脖子。我站在那里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会慌张，会蹲下来帮他，会打急救电话。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。我看着这个女人在地上挣扎，心里没有快感，也没有同情，她只是得到了她应得的。我没有动，我只是站着。雨水打在我的脸上，冰凉刺骨。路过的人为她叫了救护车。我看着那些好心人围过去，有人蹲下来检查她的呼吸，有人在打电话，有人朝我投来奇怪的目光。我退后一步，把刀藏在袖子里，然后转身离开。雨越下越大，我走在港城的街道上，变成一片模糊的颜色。身后传来救护车的声音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他们把他抬上了车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救回来。就算能救回来，也时日无多。这是医生曾经说过的话。
顾双的心脏病已经到了晚期，除非换心，否则活不了多久。而他一直寄予厚望的陆云峥，那个愿意为他跪下来求我换心的男人，现在已经抛弃了他。他等不到那颗心脏了。我走到一个垃圾桶旁边，把那把刀扔了进去，刀刃撞击铁皮的声音清脆又决绝。我没有回头，就像那天从民政局离开的时候一样，我没有回头。回到家，我换下湿透的衣服，站在淋浴花洒下，让热水冲刷着我的身体。水很烫，烫到皮肤发红，但我觉得舒服。好像那些脏东西可以被热水冲走，好像那些记忆可以被水流带走。我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顾双那张扭曲的脸。我要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疯狂。师母，哎，我想起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。那时候他刚上大一，扎着马尾辫，笑起来有2个酒窝，甜甜的叫我。我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，一个需要帮助的女孩。我甚至让陆云峥多关照她，毕竟她有心脏病，身体不好。我亲手把一颗定时炸弹放进了我的婚姻。不对，炸弹不是他，是陆云峥，是他选择出轨，是他选择了背叛，是他跪下来求我放弃自己的孩子。顾双只是那根导火索，真正点燃一切的是陆云峥自己。我把脸埋进手心里，没有哭，我只是累了。夜深了，港城的雨还在下，我坐在窗台上，膝盖蜷起来贴着胸口，看着窗外的城市，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人在生活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爱，有人在恨。我在这里，一个人，安静的像一块石头。那张引产同意书的复印件还放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，我没有拿出来，也没有扔掉。它在那里，像一个句号，结束了一段荒唐的婚姻。可今天顾双的出现，让我意识到，那个句号后面好像还有一些没写完的东西。我不会给他钱，不会帮他，不会原谅他，但我也不会恨他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恨谁。我只想好好活着，带着我的母亲，在港城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重新开始。窗外的雨渐渐小了，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，低沉而悠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有海水的咸味和雨后泥土的腥味，这是港城的味道，一个没有陆云峥，没有顾双，没有任何过去的地方。我关上了窗户，拉上了窗帘，明天还要上班，生活还要继续。和陆云峥分开的第3年，我步入了一段新的恋情。那年初春，港城木棉花开得满街都是，我代表公司参加一个商业合作洽谈，对方是一家跨国企业的亚太区代表。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走进来一个男人，五官轮廓深邃，带着一种混血特有的迷人气质。他自我介绍叫沈燕西，中意混血，语意温和，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纹，显得格外真诚。合作谈得很顺利，散会后他主动约我喝咖啡，我没有拒绝。我们坐在港城海边的一家咖啡馆里，聊工作，聊生活，聊各自喜欢的电影和书。他说话很有趣，时不时蹦出1-2句意大利语，逗得我笑出声来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了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第一次见我就觉得我眼睛里有故事，他想知道那些故事是什么。我说那些故事都不太愉快。他说那正好，以后我陪你写愉快的故事。就这样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沈燕西和陆云峥完全不同，他不会在我说话的时候走神，不会把手机调成静音，不会让我一个人等。他记得我所有的喜好，知道我喝咖啡不加糖，知道我害怕打雷，知道我睡前要喝一杯温牛奶。我们一起体验了很多从前没有经历过的，比如蹦极。我站在跳台上，脚下是万丈深渊，风呼呼地吹。沈燕西站在我身后，一只手揽着我的腰，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。我们数到3，一起纵身跃下。失重的瞬间，我尖叫出声，风灌进嘴里，眼泪被吹出来。可他的手一直紧紧握着我的，没有松开过。比如跳伞，我们飞到几千米的高空，舱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冷空气扑面而来，他朝我比了个大拇指，然后我们一起跃入云层。天空很蓝，云朵在脚下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鸟。如凌晨临时购买2张去冰岛看极光的机票。那天我们在家看电影，看到冰岛的极光片段，我说好美啊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拿起手机就订了2张机票。第2天傍晚，我们已经坐在飞往雷克纳维克的航班上了。夏瑶，你比极光还美。他转过头看我，眼睛里倒映着极光。极光出现的那一刻，绿色的光带在夜空中舞动，像神灵的画笔。和他在一起，我太开心了，开心到后来很少想起从前的事。那些灰暗的记忆，像退潮的海水，一点一点远去。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。可沈燕西让我知道，人心是柔软的，它会碎，也会愈合，只是愈合的过程需要对的人，对的时间。他没有急着让我忘记过去，没有追问我和陆云峥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安静地陪在我身边，在我做噩梦的时候轻轻拍我的背，在我发呆的时候递给我一杯热茶。他说你不用急着爱我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某个普通的傍晚，我们坐在阳台上看日落，港城的天空被染成橘红色，海面上波光粼粼。沈燕西忽然转过头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久到我有些不自在。夏瑶，
我想和你共度余生。然后他开口了，语气很认真。不是一时冲动，是我想了很久的决定。我看着他浅灰色的眼睛，那里没有试探，没有犹豫，只有一种笃定的温柔。我点了点头，说好。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他把我拉进怀里，下巴抵在我的头顶，心跳声隔着胸腔传过来，沉稳而有力。那一刻，我终于可以放下过去了。我们简单的办了婚礼，没有盛大的排场，没有满座的宾客，只有几个亲近的朋友和我母亲。沈燕西说，婚姻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不需要做给别人看。我同意。我们在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仪式，牧师问我们是否愿意互相扶持，共度一生。他说我愿意，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我说我愿意，眼眶有些热。交换戒指的时候，他的手微微发抖，把戒指套进我无名指的时候，动作慢得像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事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我，很郑重地向我承诺：夏瑶，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一辈子太长了，我经历过一次一辈子的承诺，最后碎了一地。可是看着他的眼睛，我选择相信，不是因为我天真，而是因为他值得。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一次都没有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在海边放了一盏孔明灯，灯上写着我们2个人的名字，还有一句话：往后余生，喜乐平安。孔明灯升上夜空，越飞越高，变成一颗小小的光点，融进了星河里。我靠在他肩膀上，觉得这一刻很圆满。婚后第2年，我们收养了一个女儿，她叫夏言，是我们从港城福利院领回来的。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缩在角落里，怀里抱着一只旧布偶，眼睛大大的，像2颗黑葡萄。她不说话，也不看人，只是低着头，把自己蜷成小小的一团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，她3岁被送进来，父母不详，性格内向，不太合群。沈燕西蹲下来和她平视，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，放在她面前。她没有拿，只是偷偷看了一眼。她笑了，说：这颗糖很甜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她犹豫了很久，终于伸出手，把糖拿走了，拨开糖纸，放进嘴里。她的眼睛亮了一下。那天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她忽然就追了出来，小手拽住我的衣角，没有说话，但那个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沈燕西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们都笑了。夏言来到我们家之后，慢慢变得开朗起来。他会笑了，会叫妈妈爸爸了，会在睡前拉着我的手让我讲故事。我们很爱他。后来一次宴会中，有人轻声喊我，那是和陆云峥分开的第6年。港城商会举办了一场晚宴，沈燕西作为企业代表参加，我陪他一同出席。宴会厅很大，水晶灯流光溢彩，宾客们衣着光鲜。我端着一杯香槟，站在窗边看夜景。沈燕西被几个商业伙伴拉去聊天，临走前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，说很快回来。我正出神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。哎呦，那个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我恍惚了很久，才慢慢转过身，眼前站着一个男人，西装笔挺，头发花白了一半，眼角的皱纹比以前深了很多。他看起来老了，也瘦了，但那眉眼，那站姿，我认出来了，是陆云峥，金氏的前夫。算一下，也快6年了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怎么知道我在港城？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，但我没有问出口。我礼貌地和他打了招呼，没有多说。陆云峥站在那里，似乎想找话题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他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说挺好的。他点了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我母亲身体怎么样。我说很好，谢谢关心。对话像2个陌生人在客套，客气得有些尴尬。宴会快结束的时候，沈燕西走过来接我。陆云峥看了一眼沈燕西的方向，眼神暗了一下。我正要离开，他忽然开口了：你现在有没有？他的话没说完，因为另一个声音打断了他。我抬头，是沈燕西，她牵着女儿的手站在不远处，笑着朝我挥手。夏言穿着一件红色的小裙子，扎着2个小辫子，像一颗甜甜的糖果。她看见我，眼睛亮晶的，朝我跑过来。我忍不住笑了。我转向陆云峥，语气平静而温和。贺倩，我的丈夫和孩子在找我。他的脸在那一瞬间变得很白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很久，像一尊石像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回过头。我朝沈燕西和夏言走去，脚步轻快的像在跳舞。我来接你回家。沈燕西单手将女儿抱起，另一只手与我十指相扣。她笑着说，浅灰色的眼睛里映着宴会厅的灯光，温暖而明亮。夏言在她怀里扭来扭去，伸出2只小手要我抱。我接过她，她立刻搂住我的脖子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然后开始撒娇。夏言是我和沈燕西收养的女儿，我们很爱她。她今年4岁了，话还说不得利索，但已经会撒娇，会捣乱，会在周末早上爬到我们床上把我们踩醒。她是我们家的小太阳，照亮了每一个角落。妈妈也想你。沈燕西牵着我走出宴会厅，港城的夜风吹过来，带着春天的花香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宴会厅的大门，陆云峥没有追出来，他不会追出来的，因为他知道追出来也没有用了。现在是港城的春天，我觉得特别温暖。宴会结束后，沈燕西开车带我们回家。港城的野风带着淡淡的海腥味，夏言已经在后座的安全座椅上睡着了，小脑袋歪向一边，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。我从副驾驶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忍不住笑了。今天遇到故人了。
沈燕西单手握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伸过来，轻轻握了握我的手。他知道我遇到了陆云峥，我没有瞒他，点了点头。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看见他的时候，心里没有波澜，就像在路上遇见一个很久不见的普通熟人，打个招呼，然后各走各的。沈燕西没有说话，但我感觉到他握我的手紧了一些。我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，忽然觉得命运很奇妙。6年前，我拖着行李箱来到港城，一无所有，满身伤痕。6年后，我有了新的家，新的爱人，新的孩子。到家后，沈燕西轻轻把夏言从车里抱出来，小家伙在睡梦中嘟囔了一声“爸爸”，又沉沉睡去。我跟在后面，关上家门的那一刻，把所有关于过去的念头都关在了门外。这个家很小，但很温暖，这就够了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一个消息，顾双去世了。消息是从京市传来的，一个曾经共同的朋友发来的微信。顾双于上周5晚在医院病逝，心脏病晚期，抢救无效。他的葬礼在京市殡仪馆举行，没有几个人参加。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，窗外是港城明媚的阳光。夏言在客厅里追着一只皮球跑来跑去，笑声清脆的像铃铛。沈燕西在厨房煮咖啡，咖啡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。顾双死了，这个曾经让我恨到骨子里的女人，这个费尽心思夺走我丈夫、毁掉我婚姻、间接害死我孩子的女人死了。我应该开心的，可是我却笑不出来。陆云峥抛弃了她，他的病耗尽了他的身体，他死的时候身边连一个送终的人都没有。他曾经以为自己是赢家，可到头来他输得比我还彻底。我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，我让沈燕西帮我订了一束白花，送到殡仪馆。卡片上没有写名字，只写了一句话：安息。好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不想再恨任何人了。陆云峥又打了一次电话，那是顾双去世后的第3天，我的手机屏幕亮起来，一个来自京市的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：是我，小双走了。我没有说话，他顿了顿，声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语。我知道。又是一阵沉默，他似乎在等我说什么，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节哀，我说不出口。恭喜，那太残忍了，所以我只是握着手机，安静地等他开口。夏瑶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他，我这辈子好像对不起所有人。他的声音有些发抖，我没有接话。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，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，然后他挂断了。我把手机放下，发现自己的手很稳，心跳很平。从前接到他的电话，我会紧张，会期待，会害怕，现在什么都不会了。沈燕西从厨房探出头来，问我谁打的电话。我说打错了，他笑了笑，没有多问。有些事已经不值得再提了。夏言5岁生日那天，沈燕西给他办了一个小型的派对。我们在家里挂满了气球，做了一个兔子形状的蛋糕。夏言穿着一条白色的小裙子，头上戴着一顶亮闪闪的生日皇冠，像一个小公主。吹蜡烛的时候，夏言闭上眼睛，许了很久的愿。我蹲下来问他许了什么愿，他凑到我耳边，小声说，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：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但是妈妈，我的愿望里有你哦。女儿随你，嘴甜。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沈燕西在旁边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，递给我一张纸巾。晚上孩子们都走了，夏言也睡着了。我和沈燕西坐在阳台上，开了一瓶红酒。港城的夜景很美，万家灯火，像一片星海。我靠在他肩膀上，忽然说：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我搂得更紧。风吹过来，带着花园里桂花的香气。我闭上眼睛，觉得这一刻就是我想要的永远。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是为了给你上一课，而有些人出现，是为了陪你走完余生。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陆云峥。听说他离开了京市，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。有人说他去了国外继续做研究，有人说他隐居在某个小镇，也有人说他只是换了一个城市，继续管理陆氏。我不确定，也不关心。那些关于他的消息像风吹过水面，泛起一圈涟漪，然后很快就消失了。夏言6岁的时候，沈燕西带我们去了冰岛，那是我们恋爱时一起去过的地方。他提议再去一次，带着女儿。我们在雷克雅未克住了5天，看了极光，泡了蓝湖温泉，还去了黄金圈。夏言第一次看见极光的时候，张大了嘴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然后转头问我：妈妈，天上的那个是什么呀？那是极光。奶奶说，看到极光的人会幸福一辈子。那我们全家都会幸福一辈子。沈燕西笑了，把我和夏言一起揽进怀里。极光在头顶舞动，绿色的光带像丝带一样飘荡。我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默感谢了命运，感谢他让我经历了那些痛苦，因为那些痛苦让我学会了珍惜。感谢他把沈燕西和夏言带到我身边，因为他们，我的世界重新亮了起来。回到港城的那天，春天正好，机场外面的木棉花开得火红，阳光温暖而明亮。沈燕西一只手拖着行李箱，另一只手牵着我。夏言骑在他肩膀上，咯咯地笑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闻到了春天的味道，那是新生的味道，是希望的味道。